菲菲，等咱们生米煮成熟饭，就没人能再逼你嫁给那个魏三郎了。狒狒，什么玩意儿？江斐猛然睁开眼，上方是一个喘着粗气的男人，正迫不及待地拉扯着自己的衣裳。江斐下意识就是一拳。这是一间古色古香的房间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兴邦啊，赵兴邦。菲菲，你怎么了？赵兴邦？江斐对这名字倒还真有点印象，是他出车祸前听的那本书里的炮灰男配。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江如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完犊子，穿书了！江斐用力地闭上眼，他穿到了车祸前听书的那本小说里，没穿成主角，却穿成了书中和他名字一字之差的炮灰女配江如斐。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江如斐正和赵兴邦翻云覆雨时，被人一脚踹开了房门，捉奸在床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前辈，怎么了？公子对我一往情深，我仔细想了想，还是不能这样害你。哎，菲菲，你不用怕，那魏三不敢拿我怎么样，哪怕我将你娶进门，他也只敢吃了这闷亏。哎呀，我只是怕裴京迁怒于你。你说谁？哎呀，昭宁王裴京。昭宁王裴京是书中男二，在书中是个人人畏惧的存在。你怎么会招惹上昭宁王？前几日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，他便对我起了心思。听说那裴京最喜欢折磨美人，看上江如斐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要是裴京想要强取豪夺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他能得到我的人，也得不到我的心。赵郎君，我心里只有你啊。菲菲，不，江二小姐，这事儿咱们还是从长计议。啊，你这是害怕了？不是，我是不忍心无眉苟合委屈了你。哎呀，这裴京的名字可真好用啊。那你会去我家提亲吗？提个鬼的亲，我怕是前脚去提亲，后脚裴京那疯子就砍了我的腿，让我爬着去。此事我定然回去好生跟父母商量一番。赵郎君对我真好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啊？好像是脚步声。那我们快走。你想不想活？赵兴邦吓得六神无主，拼命点头。那就按我说的做。母亲不可，若是就这般闯进去，让阿姐往后如何做人？这个三妹，表面上一副为我着想的样子，实则巴不得我名声尽毁，好取而代之嫁给魏明真。江斐迅速拉开门。母亲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三妹，你让我在这里等你，你怎么一直不来，反倒是来了个公子？二姐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何时让你在这里等我？不是你让我来这里等你的吗？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与我商量，我等了许久也不见你来，反倒是丞相大人家的公子来了。淑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姐姐说的可是真的？母亲，二姐一定是记错了，我从未让她来这里等我，更不曾说过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商量。不信
我先让赵兴邦出来对阵。这江家一家都跟傻子似的，没一个聪明的。凭我在各类宫斗宅斗剧中的进修，往后在江家岂不是呼风唤雨？三妹，我可从没说屋子里是丞相家的哪位公子。丞相家有7个公子，三妹怎么能确认屋子里的人就是赵兴邦呢？淑莲，你怎么知道屋子里的人是赵兴邦？是二姐要与赵兴邦幽会，托我传信。女儿觉得这样不好，会害了姐姐一辈子。知道我劝不动姐姐，这才叫了母亲过来阻止二姐。哼，我可是看过《甄嬛传》的，深得熹妃娘娘真传。就算穿进宫斗剧里，我都能活80集。你跟我玩这套？三妹，你怎么能这样诬陷我？我何时托你传信了？好，你说要对峙，那便叫赵公子出来对峙。灵儿，江如琳脑中当的一声，这声灵儿轰得她半天没缓过神来。夫人，我与灵儿两情相悦，请夫人成全。你说什么？请夫人成全我和灵儿。这赵兴邦戏倒是不错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当真对江如琳一往情深呢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和谁与你有过什么两情相悦？明明是你和我二姐私会。事到如今，我们何必再隐瞒？你让我来这里等你，不是你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说吗？如此说来，三妹约了赵公子，又约了我在这里等你。三妹，下次可别约在同一个地方了。要是让人撞见我和赵公子同处一室，那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赵公子说你和灵儿有私情，可有证据？他约我来此，就是证据。哼，那就是并无实证了。既无实证，赵公子空口白牙污我女儿清白，是何道理？哎呦，我怎么给忘了？原著中姚氏极其偏心，4个孩子中，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江如妃，因而对他也缺乏教导，这才把江如妃养成了个草包。母亲明鉴，女儿清清白白，怎会与赵公子有私？分明是二姐与他私通被撞破，这才联手污蔑女儿。淑妃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母亲这是只相信三妹妹的话，旁人的话一概不听了。你既说你与赵公子没有私情，只要拿出证据，母亲自然是相信你的。嘿，娘的，感情先前的话你是一个字也不认呐！谁主张谁举证，学没学过法呀？三妹既说她替我2人传信，想来赵公子有我给你的信件了，那就拿出来吧。这不是我的字迹，母亲应该认识女儿的字迹吧？这上面不是我的字迹，落款却是我的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是他让我代笔。事已至此，若母亲硬要把罪名扣在我头上，那女儿也不反驳了，就当还了母亲的生养之恩。母亲，女儿冤枉啊！这信是二姐逼我写的，她说她自己字迹潦草，怕赵公子嫌弃才让我代笔。两姐妹吵架再厉害，你也不该和你姐姐赌这样的气。竟用赌气2字一笔带过。此事是你的过错，回去好好向你姐姐认错，禁足半月，不得出府。回到江府已是傍晚。系统，我看过的书里传说一般都会带个系统，相当于带了个助理，能给我指示或者帮助。不过有的人带的系统是个只知道哈哈哈的傻缺。等了半天，江斐正准备放弃，脑子里忽然有了回音。宿主，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之前连不上网。哦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稍等，
我先加载一下剧情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怎么了？你在原有的世界意外死亡，到这里的任务是确保剧情正常进行下去，但是你刚才已经打乱了原有的剧情。你也没跟我说按照原有的剧情发展啊！穿过来就跟人滚床单，这谁受得了啊？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没事，你们只是用来衬托主角的配角，不是特别重要。但只要确保结局不变，保证主角的主线正常进行就可以。既然剧情打乱，那本该由江如林做的事就由你来做。很好，我一下从炮灰女配变成了女二，原地升咖。哎，不对，我记得书中江家几乎全员恶人，江如斐的哥哥觊觎女主，妹妹嫉妒女主，暗中勾结陷害，最后被男二裴京灭门。所以我其中的一个任务是让裴京杀我全家，好让剧情正常进行下去。没错，一定要保证剧情按照原著正常进行哦。没错，你大爷！这他娘的是什么反人类的任务啊？我身为江家人，任务还要确保我全家死绝？我呸！主要是剧情原本应该按照书中的发展进行的，让你和赵兴邦被捉奸在床。接着呢，你三妹嫁到魏家，给女主制造各种麻烦。可是现在全乱套了，细节上咱们没法挽回，只能从结果上下功夫了。只要让裴京杀了你全家，剧情就能正常进行了。哼，这可是个好任务，要么穿过来就跟人通奸，要么就死全家。宿主啊，你不如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呢。现在不需要跟人通奸了，只需要死全家。这样一来，是不是比之前好多了？我谢谢你，我拒绝。啊？拒绝什么呀？拒绝死全家。江府后门那条看门的老狗可以留下。江斐无语了片刻。那如果我不配合呢？总不能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就想让我替你办事吧？你这是坐地起价。我这叫尽可能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如果你拒绝配合，系统会将你遣返，换配合的人来。那不正好，遣返我就能回去了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原身已在车祸中死了，遣返之后你回不到自己的身体里，只会被永远困在虚无中。那我要是配合，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可以多活2年，在剧情正常进行，这具身体死了之后，我会替你在原世界找一个更好的身体，让你幸福的过完后半生。成交。好，任务线更改成功，只有这一次更改机会哦。次日一早，江家一行人去往定远侯府。我与侯夫人还有些提起话要说。侯府花园中的景致不错，你去转转吧。水榭那边有几株喷雪花开得极好，我让丫鬟带你去瞧瞧。这是为了让我和魏家三郎见面，正合我意。早晚要嫁到魏家，先见上一见，培养感情也好。另外再找机会，偷偷认一认裴京那个疯批。婢子便不送小姐了，我家三公子就在那株喷雪花那边等小姐。书中只说魏明真颜念娟子，温其如玉，却没想到魏家三郎竟生成了这副模样。哎呀，这模样不做男主，只做个男配。哎呀，作者你糊涂啊！敢问公子可是魏家三公子？男子侧头又打量了他一番，挑了挑眉，不置可否，又转头继续盯着湖面，
看这表情，那就是默认了。要是让我要好好表现，千万不要惹魏三郎嫌弃。可人家不想搭理我，我总不能冲上去当舔狗啊。魏三公子，我是江家二姑娘，是侯夫人让我来的。裴京顿了顿，侧头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。江二姑娘，然后呢？现在我们也见面了，你对我们的婚约有什么看法？看法有点矮。这具身体虽然不如我在现代1.74米的身高，但好歹有个1.65米左右，在古代怎么着也能算得上是纤细高挑。他居然说矮。我只是问你对这门亲事的看法。这门亲事我不是很喜欢。裴京唇角微勾，眼底闪过一丝玩味。婚姻大事媒妁之言，就是他忽然卡壳，忽然不知道要怎么说服魏明真接受这桩婚事。魏明真虽不能承袭世子之位，人家好歹是侯府嫡出的三公子，如果当真不愿意娶我，我也拿人家没办法。可我不嫁不行啊！要是不嫁给魏明真，我还怎么走剧情，怎么祸害女主啊？你娶我吧，我想嫁给你。你说什么？裴京眯了眯眼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大胆直白的姑娘。你娶我，我向你保证，婚后绝对不干涉你的自由。你想纳妾就纳妾，想纳几个就纳几个，想逛青楼就逛青楼，男的女的全凭你开心，我绝对不闹。而且我嫁妆丰厚，做的一手好菜。裴京的眉头挑了挑。你要是嫌我烦，我们可以分房睡。你要是喜欢清静，我保证每天说话不超过5句，不，3句。你这是在推销自己，还是想以此吓退我，让我退婚？试问京城的贵女，绝对没人能做到我这个程度了。这可是绝对的竞争力，放在现代，值得弯的都想娶。你叫江什么？江如翡，翡翠的翠。小翠，这些条件听上去倒还不错。是吧？那你是答应了？你为何如此急着加入魏家，甚至不惜许诺这些条件？不好，我总不能说因为我想祸害你妹妹，好让你杀我全家吧？这个嘛。江匪眼珠一转，故意娇羞地低下头。自然是因为仰慕三公子已久。你在说谎，让我猜猜，你是不是在谋划些什么？我没谋划什么，我就想快些离开江家。公子可能不知道，我性子不讨喜，家中的人都不喜欢我。与其在家中受气，倒不如嫁过来，只要给我个容身之地就行，我不会干涉你的私事。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不信，你随便找个江府的下人打听，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江匪擦了擦眼泪。话已至此，公子不信也罢，我可以走了吗？面前的人没有反应，江匪又看了他一眼，自顾自转身走了。书中说裴京玉面藏锋，正邪难辨，但既然是玉面，生得十分好看的准没错。肩膀似乎被戳了一下。你等等，我在找那个封批。封批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
你在找哪个疯批？是你听错了，是披风，我在找披风。是吗？已是4月，你还在找披风？小翠，看来你很畏寒啊。是有那么一点。见二姑娘畏寒，取本公子的披风来。倒也不必如此贴心。往后都是一家人，我自然是要对你贴心一些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答应履行婚约了？我何时说过不娶？你确定要娶我？未尝不可。既然如此，那往后就是一家人了。你能不能给我指一指啊？谁是昭宁王裴京？裴京垂眸看着他，把他先前的话琢磨了一番，忽然笑了起来，笑得肩膀微耸。你笑什么？所以你在找的疯批就是裴京？这理解能力嘎嘎好啊，不愧是我未来的夫婿。嘘，这话可不能让旁人听见，免得引来杀身之祸。你倒是知道怕死。我是怕，但是我回头还得努力作死。看见那个穿青玉色锦袍正在喝茶的人了吗？那就是裴京啊。昭宁王裴京，杀人如麻，六亲不认。怎么，小翠对他很感兴趣？江斐懒得纠正他的称呼。书上说裴京亦正亦邪，玉面藏锋，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很正经，看不出是个疯批。我觉得写的相当传神，这人分明看上去就正派的很。哎呀，和书上写的简直一模一样。什么书？话音刚落，凉亭中的人似有所感，突然转头朝这边看来。怕了？我只是觉得他看起来不太好惹。既然知道不好惹，以后就离那个人远点儿，最好不要和他说话。他这个人很喜欢笑着杀人。江斐点了点头，又在心里疯狂摇头。这不招惹也不行啊，我还得争取3年之后坟头草长到3尺呢。再次从花丛里探出头，对面凉亭中已不见裴京的身影，身后也悄无声息。不远处忽然响起一阵脚步声，江斐以为是去而复返的魏明真。10子不到走来翩翩贵公子，不就是刚才指给他看的裴京？躲在那里做什么？出来吧。你很怕我？这么明显吗？没有。都怕成那样了，还咬着牙说没有。不是怕我，那就是做贼心虚了。江如斐被他说中了心事，的确是心虚。被我说中了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做过什么事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做了什么？我早就从丫鬟口中听说，我这个未来的夫人生活不大检点，竟然和丞相家的公子赵兴邦私下有往来。母亲让我到湖边和他见一面，我根本就不想见，自然不会去。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，他就和裴京走得那么近，2个人竟然还有说有笑。我需要的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夫人，而不是一顶结结实实的绿帽子。哼，狡辩。这疯批果然很疯，只是隔着暗看了那么一眼，就直接杀过来，一副要杀了我的样子。关你屁事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的事跟你没1文钱关系，我在心里骂你什么你也不用管，我没说出来你就全当不知道，没看见的事也全当自己瞎了，我说的够清楚了吗？啊！魏明真惊得倒退2步。这意思是，往后不管他偷不偷人，只要不偷到我面前来，
就让我当做不知道是吗？如此理直气壮，简直不知廉耻！你什么你？我没名字吗？我叫江……哎呀，不行，万万不能透露我的名字，不然万一裴京回头想起来找我秋后算账怎么办？我叫江湖路人，有缘再会。说完，蒋匪撒腿就跑。可见到魏家三郎了？见到了。如何？挺好。魏三郎生得芝兰玉树，又真才实学，不像别家的公子只知道斗鸡走狗。女儿觉得也是。你和魏三郎可有说上话？说上了。还用我教你吗？都说了什么？谈得怎么样？蒋匪把他们的谈话大致说了一遍。今日你少出门，别又给我惹出事儿。回到江府，你站住！蒋匪听出来这是江如林的声音，只当没听见。江如匪，我叫你没听见吗？啊，咱们府上养狗了没有啊？没有。既然没养狗，那我怎么刚才一直听见狗吠呢？你这个贱人，你敢骂我！三妹妹，怎么这么大火气啊？你少装蒜！你骗母亲说魏三郎会娶你，魏三郎知道你和赵兴邦的事，他是不可能娶你的。是你故意透露给魏三郎的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不能亲自告诉魏三郎，显得你目的性太重，他会对你产生反感。所以你收买了魏明珍身边的下人，丫鬟之间闲聊，故意透露点什么消息给魏明珍，他也不会察觉是你动了手脚，只会以为那件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对我更加反感。还有，你之所以没把消息传得人尽皆知，是因为毕竟都是江家人，牵一发动全身。要是我在京城颜面扫地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江若斐分析的一字不差，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个人平时不是个蠢货吗？怎么一下变得这么聪明？看来被我猜对了。哎呀，怎么就没让我穿到宫斗剧里去啊？瞧瞧这清晰的思路，可宫斗剧里不得轻松熬死2个皇帝啊！你猜对又怎样？你大可去母亲那里告发我，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你。谁说我要去告发你了？不如我成全你。怎么成全？不对，江如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诡计啊？等我嫁给魏明珍的时候，你给我做陪嫁丫鬟，到时候赏你做个通房啊！你竟敢如此侮辱我！江如林收拾不及，勾到江如斐的脚，直接摔了个狗吃屎。哎呀，一天天闲得没事儿干，找个班上吧。哎，回到院中，小姐，茶来了。云香端着茶盘进来，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。江斐没接茶，反而盯着云香头上的簪子。这簪子不错，是小姐心疼奴婢，赏给奴婢的。这镯子也不错，这也是小姐赏给奴婢的。啊？你是立了什么大功，值得我赏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？奴婢只是尽我所能，好生伺候小姐，帮小姐出谋划策而已。小姐，那魏三公子始终不是良配，不如咱们再给赵公子去封信吧。给他写信干什么？自然是邀赵公子上门提亲。让他来提亲，好让我给你的三小姐腾位置。我对小姐忠心耿耿，小姐怎么能这样说？江斐俯身，两指捏着云香头上的簪子，轻轻抽出来。我平时对你不错吧？好首饰好吃的哪样少了你了？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小姐冤枉我！闭嘴！从我手里拿了多少，原封不动的给我退回来。可是那是小姐赏我的。我赏给我的中仆，你是吗？奴婢对小姐忠心耿耿。
这些年除了我赏给你的，从我这儿顺走的东西也不少吧？小姐，奴婢真的没有。哼，没有。府上分拨给我的，还有祖母和母亲赏的都有记录，不在我这儿就在你那儿，喊母亲过来一查就知道。小姐恕罪，奴婢只是一时糊涂，想着小姐平日用不上这些，才暂时帮您保管的。保管？那你倒是说说，这些东西现在在哪儿呢？我给你3天时间，把我所有的东西一样不差的还回来，否则我就把你偷窃主子财物的事情上报给母亲。小姐饶命，奴婢一定把东西都还回来。行了，我这里不留被主的奴才，你既和我三妹亲近，就去他那里伺候吧。云香这一走，西跨院就没了伺候的人，江匪正好借此向姚氏要了2个丫头。不到第3天，云香就回来了。小姐，奴婢知错了，求您开恩，让奴婢回来伺候吧。奴婢往后一定尽心尽力，绝无二心。就这些？剩下的奴婢一时凑不齐，有些已经典当了，还有些我自然清楚缺多少。念你跟我一场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以后就留在院里打杂，不必贴身伺候了。二小姐，老夫人请您立刻去一趟松鹤堂。祖母找我是有什么事？小姐去了不就知道了。孙女给祖母请安。我年纪大了，先前没操心过你的婚事，今日精神头好些，叫你来问问，你那日与魏三郎见面如何？魏三公子待人和善，那日见面很顺利。匪丫头，你可知错？孙女不知犯了什么错。不知？我原以为你只是性子顽劣，没想到竟如此不知廉耻。魏家让人来传信，说你德行有亏，和江家的婚事要再行商议。大户人家极重脸面，直接说德行有亏，无异于直接打人脸。可那日湖边，魏明真明明答应的好好的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怎么不说话了？你竟还骗我与魏三郎相谈顺利，人家没一封退婚书送到江府，都是看在两家的交情。祖母，孙女确实不知哪里做的不妥。那日与魏三公子在湖边相见，也的确相谈甚欢，他还亲口应允了婚事。若魏家突然反悔，孙女愿意当面与魏三公子对质。二姐姐，事到如今你还狡辩，魏家都派人来说了，说你在湖边与男子拉拉扯扯，被魏三公子亲眼所见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嫁给魏明真，我还怎么完成系统给的任务啊？孙女斗胆，请祖母准许，请祖母让孙女亲自去和他解释清楚。荒唐！哪有未出阁的姑娘自己上门理论的？你这是要把江家的脸都丢尽吗？我并非是要去闹事，只是觉得既然魏家对孙女有所误会，理应由孙女亲自解释。要是不解释清楚，魏家还当我们家风不严。那日与你说话的男子是谁？是裴京。你说谁？昭宁王裴京啊。你怎会和他有牵扯？只是问个路罢了。祖母您想想，我和裴京怎么可能会拉拉扯扯？那样的人我肯定是避之唯恐不及。魏三公子肯定是误会了。昭宁王那个人，你离他越远越好，千万不要和他有什么牵扯。这江家人这么多，裴京要杀我全家，这得造多少杀业呀？你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那魏三郎那边可需要我去解释？你解释什么？魏三郎这样说，
已经是给你留脸面了。祖母都没有说话，还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你好了，由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出面，实在不妥。此事我自有计较。飞丫头，你下去吧。过了片刻，以后把你的表情收一收，主在脸上都要藏不住了。你当你祖母是好糊弄的？女儿就是不甘心，和魏家定亲的是江家二小姐，这本该就是我的。这件事休要再提，当心各享有耳。可是没有可是，如莲，你应当知道，若有所得，必有所失。你得了他的东西，就要给他些东西才能平衡。况且嫁给魏三郎，未必是好事。两人刚一离开，回廊转角出现了一个人。你是什么人？小姐饶命，小姐饶了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院子的？奴婢叫九桃，是杂房里打杂的丫鬟。你很饿？你在府上多久了？奴婢6岁就被卖到江府了。你在府上待了这么多年，想必府上的一切都很熟悉。很熟悉。那咱们来做个交易，你知不知道哪里能偷偷溜出去，还不被人察觉？半个时辰后，小姐，要是被人发现就惨了。那是流芳院，是哦，我知道了，青楼是吧？是戏楼，听曲儿的地方，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去。哼，戏楼就更好办了，不用想办法混进去。哎，敢问小姐，预定了哪间雅间？那个2楼。小姐若是没有预定，那是不能上咱们雅间的。今儿个恰好楼下也满客，小姐还是改天再来。我找人。找谁？魏明真，我是他未婚妻。嘿呦，原来是魏公子的未婚妻呀！小姐上面雅间请。魏三公子的雅间就在2楼第4间，小的就不带您上去了。堂官只说第4间，却没说从左数还是从右。喝了。哟，倒是挺会享受嘛，而且还不要脸，说我和男人拉拉扯扯，他自己却在这里逍遥快活，双标狗，狗男人。小姐，您这表情越来越狰狞了。房中，裴京在门外发出声响的瞬间便看过去，紧接着握着折扇的手一挥，房门径直朝两边打开。什么人？滚进来！这什么耳力，什么功夫？幸好系统只是让我补全剧情，没让我刺杀魏明真，否则我这辈子都完不成。看到门口的人，裴京愣了愣。那日在定远侯府，闲来无事逗一逗这丫头，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。你找我？魏明真，真巧啊！哎呀，看来他到现在为止都还不知道我的身份，那就更有趣了。江二姑娘，你不会是来捉奸的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之前就说过，不论公子找多少，找男的找女的，我一概不过问，我甚至还能帮你纳妾。既然不是捉奸，那你可要一起听戏。好，那就叨扰了。裴京摆了摆手，一旁的美人识趣地退出去。你也下去。九桃踌躇地看着江斐，见江斐点了点头，这才出了房门。今日怎么有雅兴来听戏啊？我是偷跑出来的，祖母罚我闭门思过。背地里说我和男人拉拉扯扯，说我品行不端，结果表面又装没事人一样，这和绿茶有什么区别？为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？那日咱们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你娶我，回头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，怎么你转头就反悔了？还说我跟裴京拉拉扯扯，
原来如此，看来魏明真是向江家退了婚。这么有趣的人，放在侯府那样死板的宅子里，只会被束缚的失了趣味。人生无趣极了，这样有趣的人我还没遇到过。不知道他的血和旁人的血有什么不同？你是说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？没错。我是说你想在外面怎么玩都行。那我要是想在家里玩呢？或者说你想跟我去外面玩？你先娶了我再说，都要退婚了，你还说个屁啊！你就这么想嫁进魏家？你有病啊！是啊，我的确有病。要是我没看错，我再一次在他眼里看见了初见时的杀意。你要干嘛？我最讨厌江湖气。书中魏慈莹喜欢的人，也就是书中男主，正是出自江湖第一大派祝剑阁。书中魏明真极其反感他的妹妹和男主在一起，觉得一个大家闺秀下嫁给江湖人，后半生定然不安稳。定然是这个原因。别激动别激动，我只是最近看了个画本子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还看过别的，我可以给你 cos 很多角色。cos？就是模仿的意思，我可以模仿大家闺秀，保证端庄得体。江斐话锋一转，又装成了在姚氏面前扮演的大家闺秀。公子将我压在此处，怕是梦浪了些。裴京像是被取悦到了，蓦地笑起来。他思索片刻，不如咱们来玩个游戏。什么游戏啊？我数3个数，你要是能跑出这个房间，我便饶你一命。要是不能，3个数，就他那武功，等我跑到门口，他手一挥，唰一下关门，我还跑得出去个鬼啊！那你总得先放开我，等我调整好状态再开始吧。你什么时候能？地上的人一个鲤鱼打挺起身，拉开门，飞快地冲了出去。裴京沉默了。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疯批裴京又是谁？你们先上去。江斐侧过身，准备从他身边溜过去。来这里干什么？听戏。上哪儿去？回家。哼，又做了什么心虚的事？我为什么要心虚？你不该心虚。我提前和别人联络感情，不应该吗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江斐刚要开口，身后忽然响起脚步声。我当江二小姐为何在此？原来是又和他在一起。他是我未婚夫，我不跟他混在一起，我难道跟你这个疯子混在一起吗？下来。小翠，你要是走了，我们的约定可就不作数了。你去马车上等我，我还有话对你说。你是在跟我说吗？不是你还能是谁？哎呀，他尴尬地笑了笑，忐忑地走出几步，又回头看向楼上的人，恰好对上对方的目光，是定远侯府公子。裴京应该不会对他说杀就杀吧？裴京看着那个身影转出了店门口。要是我没看错，那丫头方才回看我时竟带着几分担忧，只不过她好像担心错了人。小姐，你怎么跑外面来了？小二让我到外面等。小姐，咱们能回家了吗？得等一会儿。那个人长得可真好看。你说谁？就是之前楼梯上那个，他长得真好看。小姐，他是谁啊？
你说楼上那个呀？那是我未婚夫，魏三郎魏明真。可是小姐，楼上那个是你的未婚夫，为什么楼下那个让你等他呀？楼下那个是裴京，裴京你听说过吧？九桃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，昭宁王裴京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。哦，知道。还我跟你说啊，他这里有病，不能随便招惹，否则说不定发起疯来就会疯狂杀人。这么可怕的人，小姐为什么不离他远一点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我那是没办法，不是我想招惹他，是他总来招惹我，那是为了保命虚与委蛇，我也过得很艰难，好不好？哦，小姐好可怜啊。懂了吧？你以后要是遇到裴京，能躲则躲，知道了吗？我不招惹他。目光一垂，旁边锦袍半掩下露出2只锦缕。江飞缓缓抬起头，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，你以为是谁？我刚才已经跑出房间了，你可不能反悔。逗你的罢了，杀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他真不杀我了？不杀，说到做到。幸好来的人是你，不然刚才那番话让裴京听到就惨了。你是指你说他脑子有病，发起疯来会杀人那番话，还是指他总招惹你那番话？嘘，别让他听见啊，不然回头他要是兴师问罪，我就说是你教的。那你觉得要是被他知道，会是什么结果？大概会杀了我吧。我要是当了你的夫人，是不是就不会被他杀了？裴京阴恻恻地笑了笑，不接话。要去何处？我送你。他让我等他，那我还等不等？不等。那他要杀我怎么办啊？有我在，他不敢。那我走啦，不必相送。说完，拉着九桃就跑。等他的身影消失在人群里，裴京收回目光。王爷，此女目尊卑行为乖张，实乃大不敬，要不要属下去杀了他？段九死死盯着2人消失的方向，说完许久都没有听见回应。属下逾越。多有趣的人！本王的扇子尚未沾血，何时轮得到你来插手？坏女人！你是坏女人！三姐说了，你是个坏胚子，是奴婢，母亲也这样说。你再踹我一脚试试！踹就踹！江城郎抬腿又是一脚，顿时捂着裤裆哇哇大哭。怎么回事？虎弟见我在此跪着，似乎不太开心，踹我的时候不慎卡到了裆。他一个孩子，你要是不惹他，他如何会踹你？其中定有隐情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不太好说。有什么不好说的？还不快说！是这样，虎弟不知从何处听来一些风言风语，说母亲和三妹告诉他我是坏胚子，是奴婢，他恐是受了他人蛊惑，所以对我这个姐姐尤为不尊重。才不是，是我踹他的时候。程郎，姚氏厉声打断，还不快把少爷扶进去！今日你去了何处？姚氏见他不作声，让你说话是哑巴了？母亲真要我说吗？既然母亲真的想听，我也不瞒着您了。府上的下人都是看主子脸色行事，习惯了捧高踩低。我不受宠，下人们自然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在母亲这里阳奉阴违，吃穿用度都被克扣。我没办法，才想到去当些首饰勉强度日，否则这府上的日子就真是没法过了。今日这事儿既然已经捅到了母亲这里，想必以后他们也没胆子再克扣我的用度。不是丫鬟啊，是我！
你这样说，让我以后还怎么继续克扣？你这孩子受了委屈也不知道说，倒显得我这个做母亲的不够体贴了。女儿不敢给母亲添麻烦，只是今日实在撑不住了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你是傻孩子，以后有什么就直接说，何必去当手势？传出去像什么话？真的吗？是。多谢母亲。母亲，他刚才还害我摔跤。但我身为主母，自当赏罚分明。你今日出门虽事出有因，罚也不能免。罚跪只是小惩大戒，回去之后罚抄10遍女诫。那你回去吧。母亲，还有一事方才忘了说了。还有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今日当首饰的银子在路上丢了，这事儿是报官还是？要是报官，这事儿传出去，别说我丢了面子，整个江府的脸面都要丢干净。官府也不是吃闲饭的，丢了就丢了吧。江匪不作声。多少？我补给你。多谢母亲，120两。江匪喜滋滋地揣着银子回去。怎么回事？不好了，小姐，外面打起来了。谁和谁打起来了？云香和不认识。江匪一猜就是九桃。你服不服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先放开他，进来吧。小姐，他身上配的是下等丫鬟的牌子，奴婢不让他进，他硬是要往里冲，还打我。你受伤了？没。九桃有分寸，没受伤就行。他往后是我院里的丫鬟，你们要好好相处。江匪靠在床上，现在闲下来，才有时间把今天发生的事复盘一遍。我总觉得裴京对我的态度有些奇怪啊。我们素未谋面，怎么第一次见面他就对我这种态度？就好像对我有一定的占有欲，厌烦我和其他的男人在一起。你说，裴京对我那个态度，他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啊？我觉得有可能啊。你看，每次我和魏明真在一起，他都表现出极大的不满，言语间也是各种捏酸吃醋。哦，哎呀，红颜祸水啊！看来我还是太有魅力了。怎么办呢？要是裴京真的喜欢我，那我的任务还怎么进行下去啊？还怎么让他杀人啊？什么任务？杀人？你还小，不懂我们成年人的艰辛，等你长大一点就好了。哦，不对，裴京虽然嘴上说的都是我怎么跟其他男子在一起之类的话，但眼神里对我表现出的却是厌恶。真正喜欢不会是那样的眼神，那他喜欢的人就不是我，而他每次碰到的都是我和魏明真在一起，不是喜欢我。难不成，该不会裴京该不会是喜欢魏明真吧？昭宁王喜欢魏三公子？这结论属实让缺根筋的九桃也震惊了。您的系统已上线。早不来晚不来，偏挑我睡觉的时候来找人清梦。不好意思啊，忘了有时差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看一看你，检查检查成果啦。让我来看一看魏明真对你的好感度。什么好感度？你还有这东西？你怎么不早说啊你？你也没问呀，这不是一般系统都会自带的吗？好了，出来了。魏明真当前对你的好感度。
江匪等了半天也没等到系统说出数字。多少？你先告诉我你到底干了些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干啊，我就是日常和他联络感情。魏明真当前对你的好感度-3000，多少？涨了-3001。不是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连线的时候，好感度还是20，你到底做了什么呀？让他一下变成了-3000。哎呀，除了他想杀我那一点，其他不是还挺好的吗？后面分开的时候，魏明真还说要送我，想不通啊，完全想不通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那-3001的好感度能让他娶我吗？就这一下，现在是-3002了。那能查裴京对魏明真的好感度吗？好变态的要求！至今为止，我已接待了上万名宿主，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么变态的要求。救命！让我去查一查苏中男配对男二的好感度。查不了，他们俩又不谈恋爱，我们不会统计这样脑残的数据。哎呀，我们要尊重选择，那万一呢？没有万一，不过倒是能查一查裴京对你的好感度。多少？系统又停了片刻，他每次停顿，江匪都有一种铡刀即将落下的感觉。该不会是10万吧？还是100万？恨不得马上杀了我的那种。你又做了什么呀？直接说，让我死心。12。哦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还好？我上次下线的时候是0，也就是说短短几天之内，你让裴京对你的好感度上涨了12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你下个月就能当上昭宁王妃，让他非你不娶。恭喜你哦，宿主。你确定你的系统没出错吗？你老年痴呆了，我的系统也不会出错。江匪忽然感觉到了这个世界对他深深的恶意。裴京对他好感度越来越高，就不可能再杀他全家。那我能放弃吗？你确定要放弃？放弃有安慰奖吗？比如不用在现代给我一个大富大贵的家庭，普通人家也行，我可以靠我自己努力。没有，放弃就直接删除你。无情。现在还有一个办法，那如果我用对待魏明真的方式对待裴京，再用对待裴京的方式对待魏明真，只要反过来就能增变减，减变增吧。我觉得这个办法应该可行。好，那就这么干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要对裴京冷若冰霜，对魏明真热情似火。可别玩脱了啊！次日一早，柳小姐是谁？是太柱令柳大人的独女。柳太柱虽然官职不高，但柳小姐是京城出了名的才女，与安平郡主十分交好。夫人让小姐务必去参加，还叮嘱您千万不要出岔子。到了赏花宴那日，敢问哪位是安平郡主？哟，这才刚到就开始打听起郡主了。你就是江二小姐吧？正是，不知小姐是？我父亲是九卿之一凤长，早听闻江二小姐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与众不同啊！原来是凤长大人家的千金，久仰。诸位姐姐都来认识认识吧。这位江二小姐以后飞上枝头，可是要经常和大家见面的。那是，以后请几位上侯府做客。若兰，我们先去柳小姐那边吧。原来她就是周若兰，这人在书里是出了名的两面三刀，和江如林是背后捅刀的表面朋友，后面出场率还挺高。日头开始高升，
天气越来越热。小心！江斐一个箭步上前，抓住安平郡主的手腕，用力一拽，脚下却踩到了珍珠，掉进了池塘里。快把他救上来！没事儿。柳之薇这时也走上前来。我房中有没有穿过的新衣？江二姑娘要是不嫌弃，可以去我房中洗漱更衣。江斐自然不会推辞。事情办妥了。属下办事不力，愿受责罚。院中，只有柳之薇房中有一人，只是什么？那人江家二小姐。本王亲自去取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如何不能在此？你该不会是在跟踪我吧？哦，你不是跟踪我，却出现在柳之薇的房中，你该不会是什么？江斐一副我了然于心，但我就是不说的表情。帕子绞过发梢，往上移动，动作慢得像是调情。好了吗？那你快点儿。好。说完这句，裴京唇角微微勾起，帕子忽然绕过他的脖颈，往后一拽。别喊，我不喜欢。杀谁？快说，杀谁？杀了我。好。帕子再次收紧。我还没说完。裴京一愣，松开了些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杀了我，你可能会丧妻。他终于把这句话吼出来，吼得裴京怔了怔，手上的帕子下意识松开。天哪，这人好疯好疯啊！怎么比裴京还疯啊？人家裴京是玉面藏锋，他根本连藏都懒得藏。你为什么每次都想杀我？哎，不是你让我杀了你。我那是话还没说完好吗？你着什么急啊？催命啊！就那么一会儿，等我把话说完都不行啊！裴京无语了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怜香惜玉？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绅士风度？擦头发就擦头发，你上来就勒我脖子，男子汉大屁股，你还不敢承认自己想杀我？不想杀我，你勒我脖子干什么？我勒你，是想问你的猜测到底是什么？你问就问，不会好好问吗？不勒我，难道我就不会说了吗？但是很多人，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他们不会开口。以后好好说话，不要动不动就吓唬人。先沟通，沟通不行再想别的办法。嘴长来除了吃饭还可以用来沟通，懂了吗？不行。裴京当即否决。真是沟通不了了。江斐绕过裴京就要往外走，手腕忽然被捉住。你还想干什么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猜测。今日是你救了我，应该是我先你才对。岳父能喝酒吗？还是说安平郡主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？这杯我先干为敬。只是我见郡主脸色不是太好，不知是不是受了惊吓，饮酒伤身。先前我见池塘边有几株桑葚结得很好，不如让丫鬟采一些榨汁，滋补肝肾，还乌发养颜。听说你叫如斐？家中姐妹都是如字辈。如斐，微凉心会。幸好有江二姑娘在，正好救下了郡主，也不枉江二姑娘在那里等了一上午，这一趟没有白等啊。这话说的好像江斐在那里是专门为了等着安平郡主落水。哎呀，也真是缘分呐，那么多人，江二姑娘偏偏就跟在了郡主身后。哎，我之前带几个姐姐去和江二姑娘打招呼的时候，正好听见江二姑娘在向丫鬟打听哪位是郡主呢。芷霜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。不过单是打听郡主也不能说明什么。也不止我们两个人听见啊，不信可以传那个丫鬟过来问，
看他到底是不是打听过郡主。所以你想表达的是什么？不要拐弯抹角，有话不妨直说。说我打听郡主就是为了贻害一救，借此邀功。哼，我可没这么说啊，江二姑娘何必对号入座呢？那周小姐是什么意思？我初来乍到，不认识郡主，所以向丫鬟打听一下，以免冲撞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也没说有问题啊，只是奇怪罢了。怎么就那么巧？你早不走，晚不走，偏偏郡主一走你就走，偏偏摔倒的是郡主，偏偏救下她的人是你。说到巧字，我也觉得奇怪。周若兰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那么多人绕过荷塘，为什么偏偏摔倒的人是郡主？是前面的诸位小姐眼神好，走路的时候刚好能精准地绕过珍珠。你承认了，定然是你故意扔的珍珠，让郡主摔倒，再救下郡主。我承认什么？郡主是踩到珍珠摔倒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这是不打自招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也知道，那也有嫌疑了。事后有人检查了路面，我自然知道是珍珠。我有眼睛，刚好看到珍珠反光。不过我倒是有件事情想请教周小姐。既然走在前面的人没有摔倒，那说明珍珠是后面才出现的。我既然走在郡主身后，又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珍珠扔到公主前面去呢？你既然看到，那你为何不提醒郡主？他的确提醒过我，如斐确实提醒过我小心脚下，只是当时我已经踩到了珍珠。郡主明鉴，我也是因为担心郡主才有这样的怀疑，毕竟君主金贵之躯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行了，今日是赏花宴，本不该说这些扫兴的事儿，本郡主心里有数。开宴吧。宴席散时，你不必怕，我是信你的。我也知道今日一事并非意外，郡主是有了什么线索，只是怀疑罢了。我有个推测，要是说的不对，还请郡主见谅。我知道你是好姑娘，你且放心说吧。那里是去往百宴处的必经之路，之前经过了那么多人，要是珍珠早就存在，一个也没发现，或是摔倒，有点说不过去。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，珍珠是在郡主走到那里不久之前才掉的。走在我前面的几个人都有嫌疑，此事我会让人去查。不必为我忧心，家常便饭罢了。身为皇族，这种事情见得多了。我看郡主在宴席上用的不多，似乎胃口不太好。啊，天气炎热，近来都是如此，无妨。会不会是有了身孕？我母亲怀上我五弟的时候，也是整日吃不下东西。经他这样一提醒，安平郡主忽然反应过来，这个月的月事迟迟没来。没想到次日，安平郡主便让人送了厚礼，感谢昨天江如斐救她的事。这可是个稀罕物，天气热了，用这玉枕最好。近来家中事多，忙得我腰酸背痛。母亲有三妹这个女儿，还愁什么脖子疼？说着，挨个把礼物都看了一遍。那母亲，我这就带着郡主送的礼物回去了。等江如斐走远，养不熟的东西。母亲现在知道了吧？江如斐这样的人，就算嫁到了定远侯府，往后她也不会帮衬娘家半分。她倒是好命，白捡了个三夫人当。你当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？女儿的确有私心，但是如果嫁到定远侯府的人是我，对江家来说难道不是好事吗？我母亲哥哥都还在江家，难道我不会帮衬着点儿？还有五弟，他还那么小。可侯府定的是江家二小姐，魏三郎对他不是不满意吗？不如正好借这个机会提出来，否则要是魏家真的悔婚，那可真就不关咱们家什么事儿了。你再容我想一想。这头
你今儿是干什么来了？祖母身体欠安，孙女别的也做不了，只盼着祖母能睡个好觉，便是孙女的福气了。嬷嬷取过玉枕，你这丫头倒是比从前伶俐多了。孙女从前没长大，现在省事儿了，从前让祖母担忧是孙女的不是。好孩子，你有这份心，祖母很欣慰。孙女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还有什么不情之请？是这样的，母亲看上了这玉枕，我想着祖母身体不是很久了，事情也有个轻重缓急，孙女过了祖母就只能在母亲那里不孝了。要是母亲生气，还请祖母帮我说几句好话，我现在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。此事你不必操心，做母亲的哪能为这事儿跟你计较。转眼到了寿宴这日，那位是定远侯府的小姐，江二小姐可要过去打个招呼？定远侯府的小姐，那不就是书中女主魏慈莹吗？那不是裴京吗？两人不知说了什么，魏慈莹不情不愿地起身，神色凝重地起身跟着裴京走了。不好，书中裴京钟情于魏慈莹，裴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疯子，该不会是趁机对魏慈莹做出什么过分的事吧？想到这里，江斐连忙起身偷偷跟上去。江斐不敢跟得太近，刚绕过假山，手腕上忽然一紧。去哪儿？魏慈莹被疯子带走了，快去救她。哪个疯子？还能是哪个呀？裴京啊。哦，你就不着急？不急。你不急我急。裴京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忽然生出了少有的期待，想看看江如斐发现自己认错人之后是何反应。你放开他！拉扯的两人俱是一愣，就见江如斐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，推了魏明真一把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别管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没事就好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我们的事何时轮得到你来插手？你没看见他不愿意吗？你还拉他？我拉他怎么了？我既然看见了，我就不能不管。再说了，我是他未来嫂子，我护着他怎么了？何时说过要娶她了？他就敢以魏慈莹的嫂子自居？你还没嫁进侯府，就开始插手家务事，要是嫁过去还了得？我和他早晚是一家人，我当然要管。魏明真无语，两人正对峙着，宫女匆匆而来。宴席快开始了，请几位贵人入席吧。今日乃本宫生辰，蒙各位王公大臣、亲眷贵族拨冗前来，本宫深感荣幸。愿今日宴饮，诸位俱能尽兴，共贺此良辰，也望我大昭国运昌盛。忽然门口响起太监的通传：昭宁王到。昭宁王？什么鬼？裴京不是在魏慈莹旁边坐着吗？江斐心头一颤，一股不好的预感扑面涌来。这里好生热闹。江斐仿佛石化一般，彻底呆住了。他才是裴京，他才是裴京，他才是裴京！传说以来，我到底干了些什么？我把裴京当成了自己的未婚夫魏明真，不仅对他大呼小叫、撩拨撩骚，还对他土味情话张口就来。很好，吐槽裴京的每一句坏话都精准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。我好像是活得有点不耐烦了，这和在死神面前跳钢管舞，说你有本事来娶我狗命撒有什么区别？他在心里疯狂咆哮。裴京慢悠悠朝着江斐扫了一眼，又收回目光。看来本王来的不是时候。来的正是时候，皇上方才还问你怎么还没到呢。遇到一只傻猫，
逗弄了一会儿。他是谁？那位是昭宁王，小姐切不可用手指着王爷。那他又是谁？那是魏三公子呀。整个宴席，江匪都在神游天外。死腿，快跑啊！愣着干嘛？不跑等死吗？江匪使劲捶了2下自己大腿，旁边忽然传来一声轻笑：“嫂子的腿怎么了？”没什么，就是坐久了有点麻。宫宴时间比较长，你坐着得多动动。我之前看你一直不动，离得太远也不好提醒你。要不要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？不用，我多走走就好了。三哥，不如我们送一送嫂子吧？不用，你还是叫我的名字吧，我叫如斐，叫嫂子还是不大合适。我突然想起家里还炖着汤呢，我得先走了。哎呀，这什么破借口！脑子呢？脑子去哪儿了？快回来！别黑这个脸，看把嫂子都吓成什么样了。先前不是还趾高气扬地说要管我的家事吗？现在怎么连看我一眼都不敢？江匪几乎是落荒而逃。三哥，你觉不觉得嫂子好可爱？魏明真想起他捶着自己的腿骂死腿的样子，皱起的眉心微微松开了些。没觉得。你这么死板，谁嫁给你谁倒霉。我又来啦！江匪半搭着眼，毫无反应。系统见他没反应，又抬高了声音：“宿主，紧急任务。”啥？这操蛋的书中世界，一个任务还没做完，又来什么任务啊？嘿嘿，包你的。宿主需不需要查询一下魏明真对你的好感度？不想。我建议你也不要看，否则可能会血压升高。系统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哇，魏明真对你的好感度居然上升了98点，目前是-2917。什么？就昨天那种情况，魏明真对我的好感度还能上升？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？那裴京呢？裴京对我的好感度是多少？涨了2点，14。还好，只涨了2点，还有希望把它变成负数。昨天宫宴怎么样？江匪简单说了，姚氏面色不佳。昨晚我还亲自去你院中找你，看你睡得那么早，还以为你忙坏了。谁知你只知道吃吃喝喝，那么好的机会也不知道结交结交，真是蠢笨如猪。姚氏咽下后面几个字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女儿初次入宫，只顾着谨言慎行，确实疏忽了。大嫂你别生气，如斐年纪小，第一次进宫难免紧张，那换成咱们未必比她好到哪里去。我教训自己的女儿，二房在中间装什么好人？行了，如斐第一次进宫，能不出差错，亦甚难得。多谢祖母，昨天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，和定远侯府的小姐相谈甚欢。方才我来时见祖母神色凝重，可是有什么事？听说昨日安平郡主出门前不慎落水，竟是小产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说这怎么就这么巧呢？先前差点落水，被如斐给救了，以为逃过一劫，谁知在自己府上还是落水了。你说这是不是命啊？如斐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觉得有些可惜。你先前救过郡主，不如借此机会去探望一番，
也好巩固巩固关系。此举只怕不妥，郡主刚刚小产，正是最伤心的时候。待郡主身体好一些，我再去探望。也好，我让人备些礼。青莲居士是不会见您的。裴京朝着洞门处扫了一眼，角落处露出一小片裙摆，看来是个女香客。施主可以出来了。青莲居士，有一女施主想来求莲，施主言及佛缘，贫尼觉得在理，便把女施主给带过来了。师太说完便离开。女施主，你跪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来求莲。求莲无需跪拜。我看先前那位男施主也跪了许久，还以为莲有三不赠：无缘者不赠，无心者不赠，无诚者不赠。弟子愿跪满3日，以彰诚心。你有诚心，可惜你与此莲无缘。还请居士明示。你心中有太多执念，不是净莲该托付之人。可我并非为自己而求，所托之人也不是我。那你求莲为何？是安平郡主，郡主痛失爱子，弟子想助她度过此劫。青莲居士眉心一皱，你心中执念太深，此莲与你无缘。你为他人求莲，却不知自己才是那个最需要度化之人。居士说我执念太深，是指我要完成任务的执念吗？还是指别的什么？王爷，王爷怎么会在这里？这话该是我问你才对。我迷路了。你看见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你到底看见了什么？不对劲儿，眼前的裴京非常的不对劲儿。那你跑什么？我怕林中有野兽。野兽？比起野兽，你更应该害怕的人是我。王爷，雨太大了，不如……话音戛然而止。怎么会这样？脑子里忽然响起系统的警告声：快逃！不是还有14的好感度吗？不知道，我一上线就发现没有了，现在是-50，还在往下跌，-53、-54、-55。放手！告诉我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我只看见王爷跪在居士门前求莲。求莲？既然看到了，你就不能再活着离开这里。你还要去，只可惜有趣的东西都死得很快。别怕，很快就不疼了。宿主！江匪从这声大喊中找回了一丝清明，他忽然奋力偏过头，一口咬在裴京的手腕处。裴京吃痛的松开，江匪总算得以呼吸。不知跑了多久，他脚下忽然一滑，整个人朝着斜坡滚下去。系统，我在。我是不是快死了？死不了，生命体征良好，都是皮外伤。我决定封你为打不死的小强。现在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只是辅助系统，不是逃生百科全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怎么裴京对你的好感度一下降了这么多？大概是他被我看见跪地求人，觉得失了男子汉气概。先别想了，你的体温在下降，还是快找个地方避雨生活吧。该不会是死了吧？看看去。我不敢啊。刚才你摔出那么大的声音，他都没反应。系统继续怂恿。
王爷，喂，裴京。裴京一动不动，咬一口就死了，该不会是你口水有毒吧？还有气，人还活着。让你杀我，让你掐我脖子，让你发疯。江斐接连踹了几脚。刚才我还担心你把他踹醒了，他跳起来杀了你。就他，你是没见他进气少出气多的样子，我估计他就算醒过来，连站都站不起来。你看什么呀？哎，你说，他不会死在这里吧？要是一直这么晕下去，不病死也得被野兽咬死。不知道，原著里是没有这段剧情的，我也不知道结果。啊，你想回去救他就回去吧。不想。你不想，那你倒是走啊。他死了，我还怎么完成任务啊？裴京还靠在原地，连姿势也没变过。江斐又喊了他2声，也毫无反应。疯子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我才不想救你。裴京，你好重啊，你以后少吃点吧，长这么高干什么？上面空气更新鲜吗？你还是省点力气吧。你是系统，有没有道具啊？什么道具啊？比如大力丸什么的，吃了可以力大无比。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啊？不知过了多久，看来今晚只能在这里暂时歇息了。希望不要碰到昼伏夜出的野兽。九桃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发现我不见了，应该会找人出来找我。况且一起不见的还有裴京，虽然很多人盼着他死，但找他的人应该也不少。江斐浑身一僵，警觉地望向黑暗处，那是一头灰狼，它呲着森白的獠牙。醒醒，裴京，快醒醒！在他扑上来的一刹那，江斐猛地站起，挥舞着火把。滚开！灰狼被火光逼退2步，却不肯离去。他刚要松一口气，侧边忽然窜出来一个灰影，他痛呼一声，左手胡乱摸到一块石头，狠狠砸向狼头。一切动作都是出于本能，1下、2下、3下。或许是这一行为让狼群察觉到了危险，头狼仰天长啸一声，开始缓慢后退，渐渐隐没在了灌木后。身旁忽然传来一点动静。你捆呢？解开。放开你，好让你杀了我吗？既然怕我杀了你，那又救下我做什么？当然是你还有用处。我提醒你一句，狼都是群体出没，这里有一只，背后一定还有一群。况且你已经杀了一只，他们记仇，就一定会再来，血腥味会引来更多的野兽。江斐不用他提醒，鼓起勇气提起狼的后腿，他不敢走得太远，走出几步就把狼抛了出去。还不给我解开吗？你准备等狼群下次来袭，独自应战？忽然，裴京看向黑暗的密林。他们来了。江斐并没有听到一点声音，还以为裴京是在吓唬自己。接着，此起彼伏的狼嚎声响彻密林。怎么样，还是不准备放开我吗？最后一次机会，解开我，或者一起喂狼。我根本没得选，要么死在你手里，要么死在你和狼手里。这次狼并没有观察很久，直接蜂拥而上。小心！裴京眼中寒光一闪，木棍贯穿一头狼的腹部，被死死钉在了泥地里。现在该来算算我们的账了。你别过来！怕什么？我现在要是想杀你，你以为这破火把拦得住？裴京一把抓住木棍。你不睁开眼，怎么替我处理伤口？裴京歪了歪头。你救了我，我反救了你，
我们的账就算结清。那我因救你而受的伤，是不是该由你处理？这里没有条件，只能先做止血处理。你就准备这样给本王包扎伤口？这也太敷衍了。不然呢？该不会你自己的手臂也是这样包扎的吧？江斐没有说话，但表情已经给了他答案。你拿了我的东西，却只会用火折子。皮囊中的确有2瓶药，可上面又没写名字，江斐哪知道里面是不是毒药？拿过来。江斐乖乖地把皮囊递过去。也不知那药有什么奇效，药粉撒上去之后，血奇迹般的凝住了。疼也别瞎喊，否则我拔了你的舌头。狼的口涎带毒，需先散淤血。为什么你不疼？动作一顿，抬眸朝他邪气的一笑。我喜欢疼。好吧，果然还是疯子。回去再让大夫重新处理，否则就等着烂手等死吧。谢谢。江斐身体开始发冷，又哆哆嗦嗦地摸了几个果子出来。你就不怕被毒死？我看到有的被野兽啃过，应该没毒。有那么好吃吗？你要不要也吃点垫下肚子？你管这叫吃的？我没说好吃啊，只能填肚子而已。你这都能吃得下去？哎呀，没办法，我必须吃，不然会低血糖。低血糖？大概就是血里的糖少了，会头晕心慌。不过话说完他就后悔了。江斐不自觉地往后挪了挪屁股，谁知裴京比他更快，突然轻身向前。你干什么？别动，既然血里有糖。你疯了吗？放开我，没糖，我血里没糖。裴京，你冷静点。毕竟是疯子，吸血也并非没有可能。你刚才的表情，你有病啊！怎么，怕我吸你的血？疯子！雨丝渐歇，天色渐渐亮起来。该走了。天亮了。起来，走了。王爷，你找得到回去的路吗？裴京没理会他。裴京步子很快，很快两人之间就拉开了一段距离。不知走了多久，视线渐渐模糊起来，突然脚下一软，整个人向前栽去。连路都不会走。裴京的手突然贴上他的额头，笑了笑。小翠，你快熟了。没等江斐反应，裴京直接弯腰将他打横抱起。你其实可以背着我。还轮不到你挑三拣四，本王不可能把后背交给任何人。你真沉。没你沉。你知道我把你拖这么远费了多大劲儿吗？你就比野猪轻点儿。你还抱过野猪啊？现在就抱着一个。又走了好一会儿，来了。裴京把江斐放在一块还未干透的石头上。总算找到您了，王爷可有受伤？无碍。江二小姐不必多问，派2个人送她回静莲庵。段九连忙指了几个人护送江斐。王爷可是发病了？裴京没应声，沉默就代表了答案。他沉默了片刻，忽然问：一个清醒的人和一个昏迷的人遇到狼群，清醒的人该如何让自己逃脱？自然是让昏迷的人当诱饵。啊，王爷是说江二小姐她明明可以丢下本王独自逃命，到底该说她愚蠢还是聪明？
王爷失踪的事儿惊动了皇上。昨日夜里，皇上就派了刘中尉带领北军前来搜山。他亲自来了？皇上没有来。是青莲居士派人传的信。自从后山脱困回来，江匪就病了。到了第5天，静莲庵又来了2位香客。嫂子，你怎么也来静莲庵了？我去江家找你，府上的人说你病了，在静莲庵养病。正好我也没事干，这就来了。还好，刚好碰到昭宁王，被他所救。昭宁王，没想到他竟也有这样的一面。你和昭宁王相识？没有交集，倒是远远见过几次，不过从来没有说过话。我哥让我少和他接触。看魏慈莹的表情不像说谎，这就奇怪了。书中裴京不是喜欢魏慈莹吗？怎么会没有说过话？难不成是裴京一见钟情，偷偷暗恋？嫂子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有点走神。该不会是生我哥的气，觉得他没来看你吧？怎么会？魏三公子有公务要忙。他才不忙，你看看那是谁？不是吧，还真来了。江二小姐，魏三公子请进来坐吧。怕是不便。令妹也在，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叨扰了。我说要来看你，我哥非要跟过来，肯定是拿我当挡箭牌。其实是想来探望嫂子。魏公子，慈莹，正好我在房中憋闷了好几天，不如我带你们随便走走。静莲庵的风光还是不错的。正好嫂子带我们散散心。日头逐渐西沉，嫂子，求你帮帮我。魏慈莹简单的把他和江林渊的事说了一遍。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此妇是我母亲派过来的丫鬟，我和林渊约在虚实3刻见面，可是我现在脱不开身，想让嫂子假扮成我，在我房中睡觉，等我回来之后再换回来。天哪，你竟敢私会外男！若是被人发现，你的名声可就全毁了。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名声，嫂子，你帮帮我吧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我和林渊是真心相爱的，嫂子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好，我帮你，但我有2个要求。嫂子有什么条件，尽管说。第一，必须在天亮之前回来。第2，告诉我你们约在何处相见。见魏慈莹面露迟疑，万一出了什么岔子，我也好让人去找你。就在半山腰的听雨亭，那里僻静，夜间无人前往。夜越来越深，一股白烟从窗户的缝隙飘进去。过了1刻钟，一个黑衣人撬开门走了进去，床上的人正沉沉入睡。他拿出一个黑色的布袋，出门后直接飞身而去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？再住上几天吧。嫂子呢？你们什么时候走，我就什么时候走吧。说来也怪，你那个房间，我昨晚躺着躺着就睡得不省人事，现在头也有点晕乎乎的。兴许是枕头不习惯。不知道。你们昨晚什么？没有那什么吧？什么那什么？就是那个。我没有，我们没有越界。林渊很尊重我。送回去了。早就把魏小姐送过去了，王爷放心，没有人发现。再仔细查一查她的身世，特别是她6、7岁的时候，想必她还要在庵中住上些时日。走吧，去静莲庵看看。你在做什么？陈女士想摘些忍冬做花露。你还会做花露？我不会做，想让嫂
江二姑娘教我。这花需连地采才好。是这样吗？没错。你要摘上面那一只。江匪不禁啧舌。瞧瞧，这就是女主的待遇，连疯批都在魏慈莹面前隐藏心性，这狗东西装的人模人样的。要不是我早知道他什么尿性，还真容易被他眼下这副面孔给骗过去了。哎，慈莹，我找到竹篮了。看见裴景时，故意一愣。王爷也在啊。嫂子。嫂子？魏小姐幼时可有去过江南？去过，6、7岁的时候曾去江南探亲。那你在江南可有遇到什么难忘的人或事？难忘的人，这倒是没有。难忘的事倒是有一件。那你呢？我没有。两人又聊了几句，裴京便有事离开。啊，可算是把这祖宗给送走了。嫂子怕昭宁王，你呢？我倒是觉得昭宁王没有传言中那么可怕。次日，魏明真临近午时才到。今天的摘菜这么丰盛，想着魏三公子上山辛苦，特意准备了些家常小菜。是你做的？这些都是你做的？都是些粗茶淡饭，你们别嫌弃。青石小亭隐在竹林深处。安中今日的菜式倒是别致。今日有位香客下厨，多做了一些。暗中清苦，怕怠慢了王爷。凭你见菜式不错，便斗胆带给王爷尝一尝。手艺是不错。香客还能在你们安中亲自下厨？是定远侯府的魏三公子上山，江施主想借用厨房做一顿斋菜，我们只是行个方便。他们吃剩下的给本王吃？王爷误会，并非是剩下的，是江施主在做的时候原本就多做了一些。段九，属下在。你去替本王办一件事。侧院这头气氛正好。魏公子，魏小姐，江小姐，有何贵干？奉我家王爷之命前来回礼。几人一头雾水，还没弄明白什么回礼。江小姐，王爷用过江小姐亲手为他做的斋饭，十分满意，特命属下送来回礼。哎，不是，我专门用来攻略魏明真的斋菜，怎么就成了我亲手为裴京做的了？不是。小姐请看。段九出声打断。这个是我家王爷亲手所雕，虽不是值钱物，还望小姐不要嫌弃。我没有特意送给王爷，是做的时候正好多做了一些，便留给了厨房的师太，兴许是师太送给了王爷。王爷还说，江小姐的手臂是因他而伤，王爷定会遍寻名医，找出为小姐除疤之法，还请小姐不必为此忧心。裴京他到底想做什么呀？他不是喜欢魏慈莹吗？当着魏家两兄妹的面做出这样的举动，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？段九放下棋盘，便带人离开。江小姐可知桃花为何意？啊，不知。桃花表春日情思。蒋匪无语了。我先下山了，若想回家，差人下山报信便可。魏公子，江小姐有什么话便直说吧。魏公子若是想要退婚，我接受。他怎么？我还以为他是来劝我的。但有件事，我还是想要和公子说清楚，以免造成误会。公子曾撞见我与昭宁王相见，其实是我认错了人。老太君寿产那日，侯夫人说你在喷雪花旁等我，可公子没有来，我将昭宁王误认成了你，之后又将你误认成了昭宁王。那宫宴那一日，我以为你是昭宁王，担心慈莹遇到危险。所以你是为了慈莹才……魏明真的声音突然哽住。摘菜的事我已经解释过了，至于我手臂上的伤，我不否认段九的说法。王爷遇险，
我不能见死不救，换做任何人我都会如此。先前认错人的事，我和公子说一声抱歉，但此事我不认为我有错，往后也不会改。如妃和公子无缘，但我和慈莹能因此而做成朋友，也算是另一种缘分。公子保重。蒋斐撑着下巴想，这辈子他还没为了一个男人机关算尽到这种程度。王爷怎么在这里？你难道每次见到本王的第一句话都是这一句？是本王先来的。裴京垂眸睨着他，忽然从树上一跃而下，俯身在他耳边低语：真是慧眼啊！你这招以退为进，本王觉得用的实在妙极。江斐下意识后退一步，脚下绊到石阶，整个人向后一倒。胸肌，好大的胸肌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看够了吗？没看够了。你在做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摸你的。我看你没有半点不好意思。非但没有不好意思，刚才甚至还盯着他的胸口看了半晌。为了个魏明真，你倒是下了不少功夫，欲擒故纵，苦肉计。你还会些什么？要是没有王爷搅局，事情会顺利得多。你在指责本王？臣女不敢。王爷，说。王爷故意搅局，该不会是那什么？什么？该不会是嫉妒魏明真，对我有意思吧？江如妃！你看，王爷你还记得我的全名，定然是……裴京眼中忽然霞光一闪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本王看你脑子不大对劲，替你倒一倒脑子里的水。哎呀，好了，快放我下来！这就好了。我快吐了。裴京几乎是扔麻袋一样把江斐从肩上扔下来。江斐好不容易站稳。我只是猜测而已，王爷要是没那意思，为什么来找事儿？本王做事何曾需要问过你意见？那个簪子不是王爷亲自雕的吧？你当本王闲得慌？你要是不是闲得慌，没事找事做什么？还没见过这样搅局骗人都干完了还理直气壮的人。就不能换成金的或是玉的吗？你还想要金的玉的？有点想，总得赔我点精神损失费吧，募的又不值什么钱。精神损失费，这几个字在裴京齿间呢喃了一圈。可以啊，这么喜欢金子，不如本王把你杀了，再打一口金棺将你封进去，怎么样？王爷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金子不要了？不敢要。回到静莲庵，追到我哥了吗？已经说清楚了。那就好。慈莹，有件事要同你说，我准备下山回家去了。为什么突然要走？是不是我哥跟你说了什么？魏公子没说什么，只是我有点想家了。你别替他说话，他那个人就是那样。嫂子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哎呀，不怪他，是我出来的时间太久，也该回家了。翌日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？一会儿就走。一会儿就走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还不是怪你，你把嫂子都给我气走了，我一个人在山上还怎么玩？江小姐是什么时候走的？昨天就走了，昨个下午就收拾东西直接下山了，估计是在山下客栈住下的。没碰到你吗？没有。她走之前可曾和你说过什么？
然说了，说你不解风情，说你木鱼疙瘩。人家姑娘都主动来解释了，你还板着张脸给谁看？你都快把她给气死了。哼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他什么也没说，只说不怪你。你这一走，后面想再见魏明真可就没有那么方便了。你现在倒回去还来得及。不回，不要逞一时之气啊！经过了昨天的事，魏明真对你的好感度正在飞快上升，已经从之前的-3000多涨到了-2000多了。不过，系统迟疑了一下，非常不稳定，一会儿跳到几百，一会儿呢又跳回-2000-3000。真的，魏明真当前对你的好感度-963，-2196。-547，-1999。虽然还是负数，但跳得这么厉害，可见他现在内心相当挣扎了。没错，那回吗？回去说不定就正了呢。不回，我时间不多。我记得书中魏明真是在秋末初冬成的亲，距离现在已经没有几个月了，再拖延下去，错过吉日就得等来年，那我肯定来不及走剧情。这倒也是，不过你这一招风险很大呀。江匪这一招可谓是兵行险招。到了傍晚，回来了，还以为你要再养病才回来呢。兄长，还病着，就别讲那么多虚礼了。外头热，快进去吧。跟在江澄锦后面往里走。身体大好了？已经好多了。听说定远侯府那两兄妹也上山了。是去了。魏家小姐近来可好？怪不得江澄锦今天破天荒和我打招呼，这个便宜大哥对魏慈英的心思还真是一点都不遮掩。慈英挺好的，应该是好事将近了。他怎么还惦记着那个有名？兄长怎么这么激动？我只是从别处听说此事，觉得此举实在是不妥。一个是侯府千金，一个是草莽之辈，完全不相配嘛。你要是之后见到他，还是该好好规劝他才是。兄长说的极是，只是慈英性子倔强，怕是听不进旁人劝说。若是有兄长这样稳重可靠的人，能多开导他就好了。可我与魏小姐不过几面之缘，如何好？兄长何必自谦？兄长为人正直，见识广博，慈英当是最敬重您这样的君子。等回到院里，小姐之前为什么和大公子说自己不想说的话？你怎么知道是我不想说的话？刚才小姐说完，打了几次干呕。还有，小姐为什么要留下云香呢？我一个人也可以伺候小姐的。粗活让她做，你每天光吃吃喝喝，这还不好？不好，我力气大，我想做粗活。我吃那么多饭，就是用来干活的。真是不会享福哦。次日一早，师父一路辛苦，进去喝口茶歇一歇吧。阿弥陀佛，江施主慈悲。只是平尼还有要事在身，也不惯打扰俗家清静。江施主前日走得太过匆忙，有些东西遗漏在了庵内，青莲居士特命平尼给江施主送过来。这是青莲居士不是拒绝我了吗？居士说，江施主虽与莲无缘，但与他有缘，此莲赠你，算是你种的因果。居士还让平尼带一句话给江施主。什么话？居士且记，这世上所有相遇，皆是前世种下的因。多谢师父，改日我定上山亲自向居士道谢。松鹤堂内热闹非凡。母亲别急，二姐姐兴许是睡过头了。昨日不来请安就罢了，今日还让这么多长辈等她一个人，真是太不像话了。
二姐姐去给安平郡主求怜，虽说没求成，还差点在山里出事，差点把父亲和母亲给急出病来。不过眼下他人没事就好，求不到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没求到吗？没错，二婶婶，晋连安的莲花哪有那么好求的？二姐去之前，我原本就想提醒她一番，但二姐姐既然有这个心，让她试一试也是无妨，虽然结果都一样。祖母恕罪，孙女来迟了。来了。母亲也别生气，这孩子是我没管教好，回头我再仔细教导他。听说姐姐从晋连安空手而归，三妹妹是从何处得到的消息？自然是听府里下人说的。听说昨日你回来的时候就带了个包袱，姐姐别恼，求不到莲花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昭宁王在听泉山失踪这样的大事，自然是惊动到了宫里。听说安平郡主也知道你去青莲庵替他求怜，还好一阵感动。可现在这莲没求回来，安平郡主那边该怎么交代才好啊？奇怪，求怜这事儿不是咱们家里人才知道的吗？怎么会传到安平郡主耳朵里去？既然惊动了皇上，想必进出金莲庵的人都要查清楚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是这样吗？你盯着我做什么？我好心提醒你，让你提前想想法子，可别到时候连累家里人。如妃，你既应承了这事，如今空手而归，岂不是让咱们江家失信于人？三妹妹消息倒是灵通，知道的清楚你是好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等着看好戏，不过怕是要让想看好戏的人失望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求到莲了？正是。二姐莫不是魔怔了？你昨天明明空手回来，哪来的莲花？别是从哪个野塘里挖了一株来拉榆冲树吧？你这话说的倒像是巴不得我求不到似的。长公主、侯夫人这样的人物都求不到，凭什么你能求到？三妹妹此言差矣，佛家讲求的是缘分，不讲身份地位。青莲居士说我与他有缘，赠我净莲，有何不可？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莲花此刻就养在我院中的陶缸里，只等明天一早，我就亲自给郡主送过去。祖母，您可要想清楚，若是二姐随便找株野莲冒充晋莲庵的莲花送给安平郡主，到时候被拆穿了会是什么后果？如妃，你三妹妹说的也有道理，这莲花若是假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且说说，这莲花你是如何求到的？说实话，我也不清楚。你和江如妃小时候，她的确替你挡过好几次灾。你忘了，她刚来咱们家不久，有一次你荡秋千不小心摔下来，明明该摔到的人是你，可偏巧你摔下来的时候砸到了她身上，你却完好无损。她不就是那次被摔得不济事的吗？那好像还是7、8岁时候的事。可是现在好像完全反过来了，江如妃日子过得也太顺风顺水了，倒是我次次都被她压过一头。给你的符箓呢？还带在身上吗？我一直带着呢。会不会是符文淡了，效用不行了？还是说埋在西跨院的那个东西已经失效了？只有请道长来看一次，如果真是失效了，就请道长再加固一遍。停。王爷，可是有什么吩咐？算了，本王又不想去了，回王府。王爷，乾元殿就快到了，皇上还等着呢。他等着与我何干？您就当可怜可怜奴才们吧。公道里静了片刻。罢了，都已经到这里了，
走吧。皇上，昭宁王殿下到了。朕要见你一面，还真不容易啊。太监去传了没有4回，也有2回了。皇上要是派中郎将上门押送，臣应该早就到了。听说你伤了手，如今可好了？已经好了。回头再让太医看看，免得落下病根。我身上的病根还少了。这次去安里见到人了吗？安里都是皇上的人，见没见过，皇上不应该是最清楚的吗？你就非要和朕抢生？皇上非要见臣，臣其实也不想到您跟前惹您生气。皇上要是想长命百岁，往后最好还是少召见臣为好。佩京。良久，赵文帝深吸一口气。朕听闻你在山上的时候，与定远侯和江家的丫头走得近，你也早到了该去定亲的年纪。江家那丫头便罢了，听说是和魏三郎有婚约在身。定远侯的丫头还没定亲，或者别家的姑娘，你要是喜欢，朕……皇上，听您的意思，魏三郎选中的臣不能动，得挑他选剩下的。你非要这么曲解朕的意思？朕是在为你考虑。皇上的确是为臣着想，只可惜着想的有些晚了。要是臣小时候……殿外，大皇子裴义还没步上台阶。奴婢参见景王。父皇可还在批阅奏章？殿下，皇上正与昭宁王议事，怕是……无妨，本王在此等候便是。这都不让说。要是臣小时候，皇上也能这般为我着想，呵。殿门吱呀一声打开。父皇年事已高，你又何必什么？何必惹他生气？还是何必活到现在？还是少操心旁人的事，先想想你这个嫡长子能不能坐上那个位置吧。离开时的气氛比来时还要沉重。你说本王是不是真的该娶妻了？王爷要是有这个打算，全天下的姑娘想必都是趋之若鹜的。应该是避如蛇蝎才对。都打听到了吗？打听到了，下午二小姐给安平郡主下了拜帖，安平郡主那边捎了信来，说让二小姐明天就去。小姐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劝，替我把云霄那个没用的东西叫来，用他的时候到了。过了许久，怎么来的这么晚？奴婢是等小姐睡下之后才来的。云霄啊，我也有好些日子没见着你了。三小姐，这些日子在我二姐那儿还习惯吗？二小姐不如从前信任奴婢了，不过也没亏待我。那就好，也不枉我狠心将你赶回去。三小姐的意思是……傻丫头，你帮我做了那么多事，你以为我真舍得赶你走？三小姐，奴婢还以为您真的不要我了。怎么会呢？除了翠如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。三小姐有什么吩咐，奴婢一定尽力去办。还是你懂事。明日二姐要去见安平郡主，但我不是很想她去。你这么懂事，肯定能为我分忧。三小姐，是让我给二小姐下毒吗？我怎会那般恶毒啊？你只需要把这个撒在她院里的莲缸里，让她送不成莲即可。片刻之后，云香回到了西跨院。半晌，云香眼神一狠，她缓缓伸出了握着纸包的那只手。昨夜一场夜雨，到清早天就放晴了。张嬷嬷，三小姐也来了。嬷嬷怎么会在这里？老夫人正心急，老婆子在这里等消息，好回去给老夫人报信。
这么大阵仗，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啊？江如林走出几步，脸上的表情忽然就凝固住了。莲花还好端端的长在桃缸里。是二小姐病了，今早起来就腹痛不止，大夫已经进去看了。病了？怎么会突然就病了？如妃她怎么样了？我之前进去看过，那小脸煞白的，满头都是汗。怎么会突然就病得这么重？我进去瞧瞧。大夫，我孙女怎么样了？回老夫人，二小姐怕是误食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不干净的东西？会是什么？小姐可有吃过什么未熟的河鲜，或是冰镇过的瓜果之类？没有，小姐昨晚吃的是厨房送来的饭菜，今早起来还好好的。今早还好好的？那小姐早上可曾用过早饭或是茶饮？饭还没吃，茶饮……我想起来了，早上醒来小姐说口渴，我就倒了杯水给小姐喝，当时小姐还说味道有点不对来着。大夫闻言快步走到桌前，拿起茶盏仔细端详。这水里掺了石灰粉。什么？水里怎么会掺了石灰粉？老夫人息怒，所幸分量不多，二小姐服用的也少，调理几日便无大碍。要是这水再浓几分，那就难办了。祖母，孙女今日怕是不能去郡主府上了。傻孩子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惦记这个？我派人先送过去就是了。你来说说，这掺了石灰粉的水是怎么进到小姐肚子里的？这石灰粉又是怎么进到水里头去的？奴婢不知道，这水不是奴婢打的。这屋子里除了你，还有谁在伺候？还有云香。如林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母亲怎么还没来？祖母，我也不知道母亲为何还没来，不如我去她院子里看看。你去吧，我不管事了。张嬷嬷刚走出院子，九桃就跑了出来。你这丫头上哪儿去了？三小姐的帕子落下了，小姐让我送过去。一张帕子而已，你走了，二小姐身边哪来人伺候？给我吧，我顺道给三小姐带过去。小姐让奴婢办的事我都办好了，小姐可得救我！你干的这样的事，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找你吗？你还敢求我救你？三小姐不是说只要我办好这件事就能去三小姐院里伺候吗？我何时让你办过这件事？不是小姐让我把石灰粉下在……我何时让你把石灰粉下在江如斐的水里的？可是小姐，明明是你让我下在她喝水的水缸里的。蠢货，我是让你下在莲花缸里，不是让你下在水缸里。可是小姐，你明明让我下在她喝水的水缸里的。你还敢胡说八道？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竟还给我捅出这么大的篓子，我现在杀了你的心都有了。东西已经下了，现在再说这些都没用的。小姐，那奴婢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你把罪名认下来。可是奴婢要是认罪，毒害主子会被杖杀的。小姐救我！你听我话说完，虽然这件事你没有办好，但念在你对我忠心一片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如果你供出晚来，我也要受责罚，到时候就没有人能救你。可老夫人会信吗？怎会不信？这件事之后，你肯定是不能继续在府上待下去了。我会送你平安出府，再给你300两银子傍身。奴婢明白了。好了，出去吧，记得我刚才给你说过的话。奴婢记住了。
听见云香走出了树丛后，可脚步声只响了几声便停住。又怎么了？张嬷嬷不知何时站在了那里，手里还拿着一张帕子。张嬷嬷，不知道我刚才的对话到底让张嬷嬷听进去多少。三小姐的帕子落在了二小姐处，老婆子我跑一趟腿，给三小姐送来。这丫头既已抓到，那奴婢就带人先去向老夫人复命了。嬷嬷，三小姐怎么了？嬷嬷方才来了多久了？三小姐，老婆子我跟了老夫人多年，老夫人的性子我最是了解。我劝您自己去认罪，或许还能从轻发落。没有人注意到云香低垂的眼里闪过一丝快意。时间回到昨晚，云香缓缓伸出握着纸包的那只手，她将那个纸包狠狠扔在了地上。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，进来吧。二小姐，给我瞧瞧，江如林给了你什么？奴婢不知道。江匪接过纸包，石灰粉，他让你下在我莲缸里的。是。江如林许了你什么好处？三小姐给了奴婢10两银子，说是等事成之后，让奴婢回她院里当差。哼，就这些，他也太拿不出手了。二小姐明鉴，奴婢虽然收了银子，但却没有要害您的心思。方才奴婢已经将药粉扔了。我当然知道，不然你以为你还能跪在这里跟我说话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你先告诉我，是什么原因让你没有按照江如林说的做？三小姐过河拆桥，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。如果奴婢真的按照她说的做了，到时候她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，我就……你倒也不傻。不过，如果我有事让你去办呢？奴婢愿意为二小姐办事。江匪让云香起身，刚说完他的计划，云香就又跪了下去。不行的，这样奴婢会被打死的。就你今晚的所作所为，我要杖毙你也没人说个不字。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按照我说的做，我保你留下这条命；要么我告诉老夫人你向我下毒。小姐，你想好了？你要是选后面那条路，这府上可没有任何人能保你。你觉得江如林能保你吗？你替他做事，他只会把罪名全扣在你头上，好让自己全身而退。而你为我做事，我虽不能保你毫发无损，但能留你一条命。一顿打是少不了的，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200两银子，